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中美的关税战呢还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现在川普呢还列出来说，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列出了8项非关税的作弊手段，又要警告这个外国政府了。他发文表示呢，自他宣布对等关税政策以来已经有好多的世界领袖、企业高层主动向他求情啊，希望能够获得关税的减免啊。他其实就很享受这种别人来求他的感觉哦，所以他还要这样特别这样发一篇文。那讲那么多，讲说你看我对欧盟是怎么样，我对日本是怎么样啊？对欧盟，禁止基因改造玉米政策减少了这个美国大量出口的这个玉米产业。那日本呢，则是想要借由保龄球测试来规避关税哦。那川普还曾经抱怨日本在测试美国进口车辆的时候会用保龄球来砸车，如果有凹痕，那就判定不合格。但是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川普并没有向媒体透露，讲东讲西啊。那但是刻意是不是没有点名中国大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反击、回击，然后甚至还打得他更痛哦。那你看4月18号，美国已经说啦，接下来要施压各国，就除了对等关税之外，还有第二波，就叫做2级关税。那2级关税就是说，如果你跟中国大陆往来的话，我还要再科你惩罚性的关税哦。大陆也回击了，也对世界各国喊话，就说如果你配合川普的政策来围堵中国贸易的话，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那商务部更是硬气的讲说，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牺牲中方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方绝对不会接受，将坚决对等采取反制措施哦。中方有决心、有能力，会维护自身权益哦。那所以现在可能看出来，中国大陆也对于这个世界各国也释放了一个讯号，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中国大陆对美国这一次没有在客气的。如果你们也要跟着一起来围堵的话，不好意思，中国大陆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击哦。那现在看起来，川普好像已经怂了，可是中国大陆还追着他继续打哦。这一次中国大陆是不接招哦，虽然美国那边已经频繁的发出缓和讯号，上星期那个川普就已经想搬台阶下了呀，他就说：“哎呀，一直加大家都不买啦，我可能要考虑要调降关税，都已经是软是弱了。”但是中方的反应却是不咸不淡，就看你的这继续怎么搞，我们就冷眼看待了。摆明就是说要川普先取消关税再来谈。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学家，这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萨克斯，他讲说这一场关税战他已经预料了中国能赢。我们来听听。U.S. political system hates China. Why? Because China's big and successful. And so that the U.S. hates. It's a rival, it's a competitor, and so this is the one thing he left on. Now he's going to mess up everything with this too, because in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hina wins. 好，所以萨克斯看好是说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一场战争当中能够赢就赢到最后哦。那美国的主播呢，则是觉得这个美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体系是在为精英服务。我们来听听。Because our leaders aren't interested in America as a nation. They're interested in America as an empire, a brand, a vehicle for wealth extraction. And that's the greatest betrayal of all. The real problem isn't that China is cheating. The real problem is we've been lied to by the people who sold us a dream they never believed in. Stop chasing wars. Stop chasing distractions. Stop chasing empire. Bring it home and start again. That's the real America first. 好，所以许多来自美国的声音他们自己都觉得说这一场中美贸易战，美国其实赢面非常的低，应该是说应该会输得很惨所以大家都不断的提出呼吁。再者，现在大家看起来就大家中美双方手上握的牌来说，中国大陆至少是握了8张王牌来跟你奉陪到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析上面讲说，第一张牌就是2018年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大陆已经积极在
拓展其他市场，降低对美的依赖哦。现在全球有150个国家哦，跟中国大陆他们这个是主要的贸易伙伴。第二张牌呢，就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是可以轻易的取代我从其他地方进口，你美国可取代性太高。还有第三点就是美国的债台高筑哦，债务比呢达到121%，那这个中国只有90%，所以财务相对的稳定。第四张牌呢，就是军工产业厚积薄发。现在近3个月来，中国大陆也是频频秀肌肉，所以美国犹如芒刺在背。还有第5张牌就是稀土啊，现在中国大陆管制这些材料啊，那对高性能战机至关重要。美国没有办法生产，恐怕是会影响到接下来6代机的研发哦。那再来第6张牌就是中美的不同政治体系哦，因为这个习近平现在目前没有任期制哦，但是川普只剩4年的时间，所以他想要改这个总统任期有那么简单吗？恐怕是不容易哦。再来名气可用，中国大陆现在全社会同仇敌忾在抗美哦。还有最后1张牌就是还有很多牌，他最后1张还不止1张哦，包含他随便禁你一下这个好莱坞影片，禁你一个播音哦，都已经让美国痛得哇哇叫。也就是说，他的第8张牌代表着后面还有超多牌，所以美国怎么打呢？那我们刚刚讲到第7点，名气可用啊，其实很多就是在做小生意的一些，比方像义乌的这种厂商哦，他们讲说，我其实啊，就为着爱国，我可以不要你这个生意，我多的是买家。我们来听听。是先堆放，然后如果欧盟客户要，我们再按照欧盟的客户包装标准给他出。那目前南美、巴西，然后我们也在主动出击，主动联系意大利客户。那今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欧盟客户走得不太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拓展我们的中国市场。我们遇到困难不推缩，遇到困难不要等，遇到困难找出路，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所以大家都讲说，哇，这个义乌女老板很霸气哦，就跟美国讲说，要你就来拿货，不要我就给欧盟的客户哦。那除了欧盟之外，其实这个所有的义乌老板们哦，都非常的灵活，因为这个做全球贸易的嘛，所以他们现在讲说，美国没有市场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可以去拓展阿拉伯啊、西班牙语系的这些国家哦，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积极学外文呐。我们来听听。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是中东、南美、南非这些国家都有出阿拉伯语国家的一些客户啊，他们一般不喜欢打字，他很喜欢给你打电话或者发语音。如果我一点阿拉伯语都不会的话，可能是完全无法理解他。所以目前我已经尝试跟他们用阿拉伯语。所以真的感觉到中国大陆上下一条心在打这一场对美国的贸易战哦。那就连苏州港啊，他们也讲说，现在全市货柜免费堆存3个月，因为谁知道川普变来变去哦，放在那边如果要被收这个堆存费的话，对于很多的厂家来说负担很重。现在他们自己跳出来就说，我们全部支援所有的这些企业哦，所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要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呐。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根本原因当然就是美国高估自己啦。全世界的商品市场，2024年总价值是33兆美元，美国是3兆3千亿嘛，你就是1/10嘛，你以为美你一定会死是不是？我举例啊，我用2个数字，2018年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那个贸易顺差高达4200亿，你知道吧？所以川普很生气啊。那现在2024年就降到2950嘛可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变成1兆美元。他那个2018年的时候，他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是4200亿，对，那全世界加起来它是3750亿啊，表示他对其他国家。林林总总加起来它是负的它是逆差结果现在变成就全世界贸易顺差1兆美元这个是就中国的部分表示你没有打垮中国啊中国反而更大。那你就以美国来看，美国2018年的贸易逆差6200亿，那中国就占了4200亿嘛，所以川普很生气那你把中国打下去了，结果美国现在的贸易逆差1兆1000亿，表示你自己的政策也失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从2个角度看，
你也没把中国打死，中国越打越大，你那个认为你这样有助于降低贸易逆差，那结果你的贸易逆差现在是1兆1000亿，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谢峰啊，就是中国驻美大使，他讲了一句话啦，他说你自己在生病，结果开药要别人吃。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这个谢峰这句话真的很传神你自己生病啊，那你诊断错误，这个病在哪里？我觉得刘亦儒讲的最正确了，这个病就是你美国人就是不储蓄嘛，你的储蓄率只有 18.7%， 中国大陆是 50%那你自己的老百姓都不节约都超买嘛。那第二，你政府也浪费啊，每年就有2兆的赤字，你这样怎么可能没有贸易逆差？对，就你的行为都没有改变嘛。所以你把贸易逆差归咎到关税，你根本就是庸医啊，就诊断错误嘛。因为2018你就是这样搞的，而且拜登还继续 follow 你这打了6年多了所以我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他有很多讯息都是错的，所以我说怪不得不止中国生气，连日本都很生气比如说那个他交代那个斥责量证，他就跟他讲，我对你有3点要求，你美国的车你一定要保证在日本的销售量，这我哪有办法保证啊？对啊，你的车我在日本就没有人要买啊，而且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关税是0结果你在日本还是卖不开啊！你不去反省你自己，你逼我一定要买，全世界哪有这样？还有你刚刚讲那个汽车的保龄球试验，他连这个都讲错保龄球试验不是从上面撞下来，撞个坑就不合格，不是啊，他是在前面撞到保龄球，如果你凹下去，对不对？他反而觉得你的车比较安全。因为他这个是怕你撞到人他都讲错了那个是日本的一个安规是针对撞人的可能的影响，而不是对车子够不够硬的一个测试，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麻烦又讲错，然后又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怪不得现在全美国经济学者有1200人在反对他好，我们来请教季老师。对，现在川普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就是说你要战就战到底，毫不示弱，而且他发觉就跟那个德国的《明镜》杂志讲的一样，中国大陆的反击的招数跟外科手术上一样，就是非常的精准，你哪里有病那刀就杀到哪里。对，第一个稀土，然后稀土现在让美国真的非常的头痛。因为大概91%的全球精炼稀土都在中国大陆手里面，你有矿没有用，你不会炼，很多矿还是拿到中国大陆去炼的，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美国的这个整个的事实上的这个芯片产业，还有整个所谓的军工产业现在陷入恐慌所以川普才那天发狂一天逼着那个这个叫什么？泽伦斯基签那个矿产协议，它里面不就有稀土的问题吗？对，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反制，可是在整个的这个外交上面中国大陆的反制现在各国纷纷群起效尤，对，那再一方面就变成美国自己现在有一点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美国想在90天之内把这些所谓的这些贸易协定通通怎么签完，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对，因为这个。石破茂昨天接受这个 NHK 的访问，谈了很多。他说，现在看起来这个谈判不能够急，要慢慢的谈，很多事情要深入的讨论。这句话就是说我根本不急着跟你谈，因为什么呢？你如果现在在美国这个政府这么不确定，川普政府这个政策还撑不撑得下去的时候，你跟美国谈那个协议，那不是最傻瓜吗？可是外界传说现在美国是怎么样？美国是想拿日本先开刀，做一个模式以后，大家说你照日本标准，你看日本都答应了，对，所以日本现在就不愿意做什么第一个上断头台的。那所以美国已经现在通知韩国了，说下一个就是你那为什么找这2个，先找日本再找韩国？因为这几个
所以大的贸易伙伴比欧盟好搞啊，对，比较听话啊。那问题就变成现在连日本的态度都这么强硬，对不对？那当然美国提出的要求，日本也没办法接了。那如果接下来以后，哎呀，结果日本谈了一个条件，过了几天，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支撑不下去了，美国这些对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贸易伙伴都让步了，那日本这个吃破帽怎么面对他日本的民众跟日本的企业？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川普面临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啊，他不见得啃得下去哦。好，来请教舰长。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这个中国大陆有8张牌嘛，其实最后一个是还有很多其他牌，是吧？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在这8张之外，就是他的对手是川普。你知道，我到今天我都搞不懂川普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样在打这个战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你跟全天下为敌，那些愿意就是说照你的去做的，你用极尽的羞辱，怎么样亲我的这个屁股啊什么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只要有一点尊严，今天都不可能去屈服在这个之下的。知道？这是我说最大的一个。如果说今天美国总统是雷根，这么有迷人的魅力，哇，那可能今天很累。偏偏是川普，幸好是川普，这第一个。第二个，最近有些事情是我在看我觉得这2个标志是标志着美国大概会输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外交关系里面最强烈的是军事。好比说上一次裴洛西来台访问的时候，不是裴洛西来台，那是一个外交，对不对？我们是一个航母靠泊在我们的这个高雄港，你知道这2个会有多么剧烈的差异？那你去看最近的国际间所有的军事的武器的买卖埃及向南海买了100架的轻型的战机，印度向法国买了40架的标风战机，丹麦和瑞典向英国买的165辆的装甲战斗车，捷克向德国买了14辆的主战坦克，希腊向法国买了24架战机、3艘护卫舰以及相关的直升机，通通是我刚刚举的例子都是以前可能会向美国采购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在都在转购？军事的合作是一个很鲜明的信号。第二个就是我上次看到川普介入了这个美日的谈判，那是底下的工作阶层的，你怎么会总统跑进去呢？总统跑进去，我当初一看到说，川普跑进去，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谈判非常不如川普的意，就他认为会这样，结果都不行。那如果第一个东西日本不愿意做个模范生给全世界看的话，那是不是后面就很困难？川普怎么办？他就亲自介入。这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一定遇到了一些困难了。从刚刚这2个就会看，就你细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我从这个可以看到，川普前途实在是前途多艰呐，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我不知道他准备怎么样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现在美元美债都一直坏消息传出来这种流动性的海啸已经扑向了华尔街了。那我们看看有一些消息人士他提到了，面对川普的压力对免税资格的威胁，耶鲁大学正在寻求大规模的出售私募的股权投资组合，那交易的规模恐怕是60亿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要喊停免税特权，所以导致这个哈佛、耶鲁他们的私募资产赶紧抛售恐怕要掀起新的次贷危机他真的是连学校都不放过所以这个耶鲁有分析称，他们的免税地位如果被取消这恐怕他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抛售行为。那哈佛大学也开始在出售这种流动性的资产，比方说像是股票，那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这种债务恐怕要引起骨牌效应啦。那美股的警钟大响花旗为首的10家这种顶级投行他们集体私报告下砍标普500的年底目标价平均目标呢大概是在6500点到这个6012点，甚至最悲观的看到了4450点那川普现在开始又在那边搞事他讲说
这个拥有黄金者制定规则，所以喊出来这个又开始影响到这个全球的金价哦，也一举突破了$3370。那联准会已经到3400了，再创天价，所以不断的在刷新哦。那还有这个联准会，他不是一直看这个鲍尔很有问题嘛，他就一直很想换掉他。可是你看到很多各国的一些这种联准会的银行总裁啊、法国的财长啊，他们都在讲说，如果你开除掉鲍尔的话，一定会让美国的经济陷入更大的不稳定，而且让美元的信誉受到很大的威胁，经济状况也会更进一步的恶化。那我们看看现在目前经济状况的确在美国反映出来，也是非常的惨，因为他们的蛋价不断的在飙升哦，但是大家感觉到都是蛋价涨，只有川普感觉到蛋价降。我们来听听。Prices are down, groceries are down, eggs, which you hit me so hard,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week in office, they were screaming at me about eggs. I said, what's going on with eggs? They were doubling and tripling. I said, I just got here. They were up like double, triple, and you couldn't get any. They said, you won't have eggs for Easter. Well, you can have all the eggs you want. I'll tell you, Brooke Rollin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did a great job. And the egg prices are down 87%. But nobody talks about that. You can have all the eggs you want. We have too many eggs. In fact, if anything, the prices are getting too low. So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prices are down. 对，连记者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想要打断他的话，然后但是他就自顾自的讲。那现在不只是蛋的价格很高哦，复活节恐怕要过都有点问题了，因为现在目前复活节就要画彩蛋嘛，可是蛋价非常的高哦，很多人就已经放弃掉画真的蛋了，干脆拿塑胶蛋来过这个复活节哦。那再来这个饺子在美国也卖得很贵哦，现在一颗饺子就是$1一个啊，相当于台币这个32块左右，非常的高价哦，所以很多的这个中餐厅都贴出了涨价的贴文。那因为关税上涨，影响到花椒、辣椒、豆瓣酱这些食材价格，因为要从中国大陆买过来，所以价格上涨大概50%左右。纽约的唐人街的一些大陆的这个华商啊，那他们现在也抱怨，这个关税断了货源，所以他们现在生意非常困难呐。他说呢，进口中国大陆的商品要征收巨额的关税，几乎完全切断重要的进货渠道，迫使商品涨价，严重冲击到这个生意啊。那因此呢，美国的旅游同样也是感同身受。现在目前预估2025年美国的旅游业收入恐怕会减少$720亿，酒店、航空、餐饮这些都会是连锁反应啊，这个全面的都会往下来调降他们的整体收益哦。因此，在白宫外头，我们来看画面哦，就是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啊。那抗议者呢，也是在高喊川普下台，他们选的时间是这个星期六，这个4月19号的时候，又开始在美国遍地开花的这一波的抗议行动。那再来，华盛顿邮报有讲到，现在呢，这个很罕见的3位美国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在2周之内先后发声谴责现在的川普政府哦。这个情况其实在在美国的历史上面十分的罕见。那奥巴马讲说川普在打击大学还有其他机构采取的行动，有资源的人应该要展开反击。那拜登也讲说这个马斯克削减了社会的安全开支哦，所以其实都是在这个让美国不断的在往下走的一些状况啊，甚至各国也在反川的方式就是现在因为美国跟他们这个过不去嘛，所以他们把美式咖啡就改名了，墨西哥把它改成墨式咖啡，加拿大改成了加式咖啡，就是不想看到美这个字啊。那德国的经济周报他们也讲说，现在反过来要去找华为，因为过去美国拉着这些欧洲国家就说要去抵制华为嘛，现在他们转过来要跟华为继续来恢复5G 的网络建设。那布鲁塞尔这边的一个研究智库讲说通缩的问题其实主要是市场的商品价格下降，那很多国家现在选择不向美国出口，转而把产品销往欧洲所以呢，这个目前欧洲的企业决定不向美国出货，就是我不向你买，我也不卖给你开始就是好像不太
就隔绝自己在美国市场之外哦，这可能就是避免你川普乱搞，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生意。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川普这个地图炮不是对国际社会而已啦，也包括对国内啦，他就是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见解嘛，就是这些常春藤的学校，他们就认为这个反犹不能这样定义啊，还有 DEI 多元性别认同的问题，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嘛。那川普就透过 IRS 啊，就是美国的国税局啊，威胁要取消他们的免税资格美国的 IRS 要取消学校的免税资格，这个一定要透过法律官司，这个不是行政命令可以处理的所以准备去面对哈佛跟耶鲁的律师团吧其实我认为川普不一定会胜诉就他连这个都要惹啊，你知道吧？他惹到我跟你讲，不只是金融市场忧虑啦，事实上连欧洲人只有被课20%的税，可是欧洲人现在去美国旅游，普遍少掉20%到30%事实上，美国的旅游业也是很赚钱的，他赚蛮多钱的。你就不要讲中国了啦，中国当然一堆人就不去美国了那这个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面，就是人家不止不去美国，而且还在各个国家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嘛，爱国主义嘛，所以就开始拒买美国商品运动，这个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了。对比如说我上次看到一个资料，瑞典就成立一个组织，就是拒买美国商品运动那个大概是3个礼拜前一下就有8万会员，其实欧洲8万会员算不小的组织了啦那立刻就漫开，法国也有，那德国人也有做民调，说你暂时你现在这个阶段会不会买美国商品？那德国人也是很有骨气的，64%说他暂时不买。所以我说这个川普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川普让美国很多商家都莫名其妙变成受害者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所引起的那个反弹会越来越你大概本来没有想到的领域都波及了本来就是说有的不一定会卖那么大量，也不会那么招摇，那现在反正只要 made in USA 人家就开始抵制你就这个应该叫什么？就美国历史可能会定位，这个叫川普之乱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对，川普昨天这个宣誓就职3个月，90天。那个拜登讲的蛮清楚的，拜登这时候岁数好像比做总统时还清醒。他说：“哇，真的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内就可以把造成这么多的伤害跟什么？”这些迫害真的90天那你想想看，90天我们每天都在讲川普，他每天都在出招，没有一个是新利，通通除弊，通通是针对别人的，剥夺人既得利益，他第一名，对，跟人家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个贸易伙伴通通跟人家算账，然后呢，现在通通普遍加征税10%，每一豁免，包括他的盟友，所有都10%，还有企鹅。对，然后呢，国内的话，你看真的是什么左打猛虎，右左打这个南山猛虎，右踢北海蛟龙，哇，还要怎么样真是打击面之广而且这个在街上现在看到移民就抓了就给他送到这个中南美洲监狱就关起来，对，前一阵子还抓错一个。现在呢，学生签证莫名其妙没了。对，现在学生已经有1000多人上个礼拜才500人现在1200多人然后你看哈佛也中标，不对，本来它差不多有200亿这个年度的补助也没有了，对不对？然后最近又把这个国务院呢又要非洲的事务给他裁撤，然后什么人权妇女什么全部都什么裁撤，多少人失业对很多这些兢兢业业的人员，每天第二天早上
今天还很高兴的下班回家吃一顿晚餐，睡了一个饱觉，第二天去上班说对不起，你已经没有这个工作了。这个如果是你川普企业的员工，人家也认了，你私人企业嘛，人家是政府机构，你也这样子搞。所以呢，上个礼拜天美国就50个州50场示威，说有500万人。那现在慢慢正在酝酿，因为最主要的，川普的所有的改革啊，或者川普的革命基本上都是把既得利益拿出来开刀。对，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当得利，都是什么美国的蛀虫，他们对美国完全没有贡献，这些人应该受到审查，应该受到什么呀？受到惩罚，所以他都是在惩罚人。所以呢，工作没有了，还被关起来，还被驱逐出境，对不对？学校本来还有这个联邦补助也没有了，这样子做的话，能够走得远吗？你说他刚刚好搞了3个月，我认为他已经未来不足3个月了。好，舰长，如果你在股市有买卖股票的，我以下这段话，我奉劝你一定要好好的听好。记不记得刚刚亮哥举了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举的到今天？2018年到2035的，他举了这2个时间。为什么举2018？因为2018是川普第一次上来，第一次打关税战，也就是说，你这前后2次打关税战，第一次没有这么严重啊，结果越打越糟糕。那2018的时候，记住当时的股市在2018年的8月到12月它的道琼跌了19.1%。标普跌了20%，纳斯达克跌了23%，就是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它是跌涨，但总体趋势一直往下走。那一次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概4个月的时间跌到这里，然后后面才慢慢上来。那在同一段时间，这个金价是呈反向的在涨，总共涨了多少？9.4%。为什么金价会涨？因为当这个世界股票不可信，这个不可信，经济动乱，关税打起来，大家都在忧心忡忡的时候，最后全世界会相信一个最为人类古早以来一直相信的币值，那个币值就叫做黄金，所以金价会涨。所以因此像现在你说接下来会怎么样？也许隔2天有一个好消息日本怎么样了，台湾达到一个什么东西，它会涨。但是对不起，只要中美这2大咖没有达到一个共识之前，这个全世界整体的动荡的趋势不会改变。在这段时间，你就算要去买卖股票，一定是短线最近涨了3天，赶快跑掉。这是我的给这些股票族的一些建议。否则，你只要拉长，你去试看，股票大概是整体在往下走，黄金整体在往上，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美元美债大家现在一直常听到美元美债好像要垮了这是我基于感性的话。如果我说我的感性的里面，我会说我希望它垮掉。这个美国实在太可恶了，美元美债彻底垮。可是我的理性告诉我，那个不能垮，它垮了跟全世界是影响非常之大的。你的所有的股市都不晓得会垮到什么地步。你以为只有美元垮吗？全世界都会垮。那美国像刚刚有讲到说，他们希望来一个2级制裁。你去想想看，你是任何一个国家，全世界有140个国家跟中国是最大双边贸易的往来国，我去制裁中国，然后我为了你美国制裁它，那你美国跟我有多少？所以在这个东西就这样，那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最后的结果，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个：如果你在股市，如果你有投资黄金，记好我说的那个最大的原则。什么时候最安心？就是中美2强，这2个国家占全世界的 GDP 44.3%。当他们和谐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经济才会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股市才会成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呢，美元美债现在出了问题美元美债会动摇到的就是美军那的确，现在的国防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怎么又出包了？现在又卷入了一起新的 Signal 门那《纽约时报》就报道了，这个赫格塞斯他成立一个群组，还把他的太太、弟弟什么都拉进去他是用他自己私人手机登入了
群组哦，那3月的时候还曾经分享这个空袭也门的敏感情资，是可以这样子把家人拉起来，大家一起看看，一起瞧瞧的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离谱呢？那 Politico 就报道了，现在五角大厦3名官员遭到开除啊，包含了赫格塞斯的资深顾问，还有这个副幕僚长以及副部长这个范伯格的这个幕僚长啊卡洛尔。那所以这3位呢，在本周稍早已经是被行政停职哦，18号是正式解职了。那看起来这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发生了。那所以美国呢，他们现在炒鱿鱼这件事情哦，他们3人是对外宣称一概不知这个情况，但是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的国防部这么容易就破防了吗？这光是一个这个国防部长可以一天到晚在他的这个简讯，然后用自己私人手机一天到晚把这种军事机密可以这样子随便的外泄哦。那3位国防高官他们是掌握到关键讯息，还是因为得罪川普呢？也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哦。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哦，这个4月21号这一篇报道，被控质疑川普路线呢，副总统范斯他亲访。仅1个月之后呢，这个格陵兰基地的指挥官就被撤职哦。所以，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撤职呢？而且范斯一去完之后就撤职，就是因为他不服川普嘛。所以这几位这样国防高官会不会也是因为不服川普呢？因为川普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等于说周遭不支持他的声音一个一个给剔除呢？那就连这个国务院现在也变成这样子一个重组的对象，这是236年来最大的这个重组哦。那其实川普就严拟在10月1号前要把国务院全部这样子重组一番，然后停止美国在非洲几乎所有的外交运作，然后缩减驻加拿大的团队人员，大幅裁减，比方说像气候变迁啊、难民人权啊，对他来说那些都不重要。然后呢，以减少这种浪费啊、诈欺啊以及滥用。那这一份草案呢，其实真的是236年来之最呀。那这样大刀砍向国务院，他讲就 Politico 就讲说，其实呢，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如何，或者是川普最后会不会签署呢？现在恐怕都还在未知数哦。那但是呢，这也反映出来国务院内部对于川普削减政府规模的举措感到相当的不安。美国的外交官抱怨该文件荒谬至极哦。国务院的确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即使给无数只猴子、无数台打字机他们也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啊，真是如此吗？那现在目前卢比奥是否认他说这个报道是假讯息、假新闻。那到底是怎么样呢？这看起来美国媒体说，美国国务院内部有声音怀疑裁员重组的事情依然箭在弦上。这份被事先泄露出来颇为激进的文件，有点像是烟雾弹啊，就是讲得非常激进但是可能最后就是不见得会真的做到这个程度啊。那为的是希望雇员能够更好的接受后续真正的方案才会推出来。那另外我们看看川普希望本周俄乌能够达成协议，因为4月20号嘛，他那时候讲说复活节要达成这个俄乌停战协议那时间到了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办法所以他在出 social 上面这样子 po 文，他就说不如你俄乌双方来跟美国做个大生意吧。所以他脑子里面是不是都只有生意就想来想去，讲来讲去，你看讲俄乌也是说生意那再来他又引发了一波这个暴涨行情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官方迷因币 Trump 迎来了暴涨行情，价格还一度逼近了8.6美元，所以他就宣布啦，持有者有一场特别的晚宴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制作网页，要欢迎所有这个拥有 Trump 币的这些持有者。还有他提到了这个川普的儿子他们的兄弟党涉嫌这个就内幕交易所以市值大概是9000万美元的 Unusual Machines 在去年11月27号宣布小川普加入顾问团之前呢，股价在4周几乎是翻了3倍交易量更是从去年3月到10月的日均 9.3 万大幅飙升到29万股。那这是不是又是在操作呢？那还不止他们家在操作，就连祖赫伯也顺利在套现了这个数百亿元，就是他
瞄准这个川普抛出这个关税炸弹前精准脱手，所以包含了祖克伯啊，还有甲骨文的执行长啊，摩根大通执行长啊，这些人通通都在这个关税之前已经套现了，可怜的还是小股民嘛。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因为川普第一任就展现出他的人员是极度不安定的。比如说国务卿用过3个，国安顾问用过4个，只有4年呢。你看拜登对布林肯多好，对，从头做到尾，所以自然而然他们之间就会有激烈的斗争嘛。比如说第一阶段贸易顾问纳瓦罗，你现在有听到他在讲话吗？没有，对不对？就被神的把他踢下去了啊！那最近连那个国家安全会议里面那个有一个资深的科技主任也被换掉哦，那个 David Fast 啊，那个人是公认对中国最强硬的鹰派，所以经济学人吓一跳啊，经济学人都怀疑川普是不是准备要跟中国做妥协啊？哦，因为他有好几个鹰派都被换掉，都是白宫的国家安全系统哦。然后那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个瓦尔兹，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少。那就很奇怪，怎么有这样在用人呢？对啊，最近也很少出面了。对，就你不知道他在怎么用人啊。那比如说海格塞斯又再一次的说乱外泄机密嘛。这种事情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呢？Signal 要害进去不容易那显然就是有人对外面讲。对，那这3个高官被 fire， 我觉得就是顶上次那个罪了，就也门那个。那我认为搞不好真相不是这样，因为这3个人都说他不知道啊，搞不好是立场不一样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政府真的很麻烦比如他现在在做整顿那可能就先去看，比如说他说猴子用打字机写都写得比你好。我觉得这个用意，事实上可能就是那些人写的不对他的立场比如说气候变迁，川普根本就否认有这件事他说哪有气候变迁，胡说八道，他不是退出气候论坛那可是你叫美国的相关的组织、国家的部门环境部里面一定有一大堆论文都是拜登留下来的对，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政府上班真的蛮可怕的。你随时会因为斗争被斗掉，立场跟他不一样也被斗掉然后机密外泄也被斗掉，那所以就会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那鱿鱼游戏就不知道哪时候就死了。连最心爱的马斯克可能5月底也要走了。哎呀，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川普我始终搞不清楚，美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国家的元首在里面炒他的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对，而且公开的炒，这个我就完全违反我对这个美国这个政府运作的，还有公务人员应有的这个进退的分寸的一个了解。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在台湾话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公务人员，你不能够经营商业的，你要退出所有商业行为的。而且你要跟这些厂商，你要保持做生意的人，你要保持距离的。那个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法律都非常严，很多都是学美国的美国它也有很多这些回避条款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现在在台湾，你说你要做官的话你财产全部要交付信托，就说你自己不能再操作了。对，因为你可能你一个政策，你自己如果说要赚钱的话很好很容易像川普他现在他一句话就可以让股市跌垮掉，一句话可以让股票市场就上天了。然后他如果天天在炒股票，你说他就放一些话，对，他说明天要涨，我今天先买进，对不对？然后明天让它涨，然后呢涨不够的话再讲一句话，再让它再继续涨。对，他说我这个对等关税我正在重新考虑，我可能要放弃股票会不涨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基本上他应该要自己本身所有的财产他都不能碰，更不能够这些牟利的事情挂在一起。所以呢，现在不是我在这边怀疑美国国会已经有很多议员已经在讲了，
对，他说这个不是图利，什么是图利？对，现在还要把证管会纳在白宫下面，对吧？那你看他上一次介绍他2个朋友，他说这个人昨天他赚了25亿。对对对，哎，你朋友怎么可能在股票市场赚25亿呢？你怎么消息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这些我觉得川普实在太藐视美国的法治了。我认为他可能会付出代价，只是他现在才上任3个月了，那慢慢这些事情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他等于说小病变成累积以后变大病的时候他可能这个背负的法律责任这个会多得不得了所以美国从来没有这么乱过。不过任内刑事豁免。任内刑事豁免事后还是可以追究的，还是追究的。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这么乱过。对，真的，这个川普真的是把美国所有的我们对美国的那个体制跟他那个所谓的他那个文化的认知全部被他一个人颠覆了。我觉得美国如果大乱的话，川普就是一个人要负责。好，来请教监长。刚刚这个大石先生有提到这个川普币我去查了一下川普币，我才发觉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你们大家去想一想川普当选了总统，他1月20号要准备上任，然后他有掌握2家公司，就上市了这个叫做川普的民营币，就数位货币。什么时候上市的呢？1月17号，他总共有10亿枚的这个民营币，8亿枚掌握在他的2家公司，2亿枚公开发售了。发售了以后，2天之后涨了8倍，800%涨了这么多。它最高的时候，整个这个10亿枚的货币的价值值多少美金呢？270亿美金。你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可能做得出来的事吗？这不是说我在之前去成立，你1月20上任，你1月17 2家公司去发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实在是自由过头了，还是怎么一回事？那第二个我说我看到川普很多的用人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基本原则大概都是这样子，他都用那种绝不可能当这个的人。好比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在军中，我从小官一直慢慢到了上将，到了参谋总长，就我的感觉，我的能力跟我的军中的这种关系，我应该当国防部部长。川普如果用这种人当国防部部长他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我嘛，我没有什么感恩之情。他用的是什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呢？一个退役的中将当了国防部部长，那个人会怎么样？哇，我100%对川普是忠心到了极点，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用我，也没有一个人用我能够获得通过，只有川普可以。包含这个国防部这个。这个再来是国防部部长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对不对？参谋联席会议主席。我刚刚说那个是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军中最高阶的军职的最高，他用的是一个备役的中将。那这样国防部部长就是这个人，那他更是在军中是毫无什么资历，一般大学毕业，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少校就退伍了。你看他之前的资历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是到过战场。对啊，他最大的长处是什么？福斯新闻的主持人，我告诉你，他很会讲话，他是战狼，他这样子的身份出现